嘿，我的小伙伴，有没有感觉自己的恋情或潜在伴侣出了什么问题？似乎有些不对劲了。心理治疗师和性治疗师德尔奇诺·皮耶托·戈拉在自我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关系中的危险信号可以提前被视为简单的感觉而被注意到的。他的秘诀是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当自己认定某件事是危险信号时，会有什么感觉？心率加快了吗？会感到消极的紧张吗？他向自我杂志解释说，知道有些事情感觉不对，需要改变就足够了。但如果错过了一些危险信号，来帮助自己该怎么办呢？这支影片就来说说治疗师经常提醒的5个恋情危险的信号。1. 他们巧妙的或消极的批评你。你的约会对象或伴侣巧妙地批评你了吗？他们有对你消极攻击吗？或者这些一点儿都不微妙？批评伴侣是一个危险信号，如果你很早就发现了这一点，最好再考虑一下，这个人是否适合你有执照的婚姻。和家庭咨询师萨马拉·金特罗对内幕杂志说，这是一种情感虐待，会导致伴侣关系中的焦虑和不安全感。金特罗给内幕举了几个常见的贬低和批评的例子，比如，你很幸运我还和你在一起，因为你永远不会做得比我好。再比如，当你试着搞笑的时候，听上去很可笑啊。内幕甚至提到了2013年发表在《暴力与受害者》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该研究提出，情感虐待的影响与身体虐待的影响一样有害。2. 他们对员工和服务员很粗鲁。约会对象是如何对待服务员和员工的？下次去餐厅约会时留意一下。约会教练兼情侣咨询师吉娜·森诺瑞吉博士向自我杂志解释说，他们对待服务行业从业者的方式可以让你了解他们对社会结构的看法，这也能让你看到他们的权利意识，让你了解到当他们处于权力位置时，他们是如何对待别人的。如果他们对服务行业从业者很粗鲁，那么你现在就有了更多的信息，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据统计，在观看我们视频的人中，只有一小部分订阅了我们的频道，所以如果您还没有订阅，在视频结束时喜欢这支影片，请考虑订阅呀，这将有助于平台算法把心理健康内容推广给更多观众。感谢大家的到来。3. 他们不负责任、不成熟。你的约会对象或伴侣往往表现得不负责任、不成熟吗？不负责任的伴侣可能会发现自己因为他们的行为或不成熟而每天陷入许多危机。精神病医生阿比盖尔·布伦纳在他发表于今日心理学的文章中指出，围绕着他们日常生活方式的小危机可能会占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是这样，可能就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留给你和你的问题了。这些人可能还在努力成长，换句话说，几乎任何事情都很难指望他们。所以，虽然你可能很多时候都在他们身边，但他们通常没有足够的责任心，也没有足够的精力来给你在一段关系中需要的东西，可能就是时间和精力。4. 他们把每个前任都描述成疯子。发现过伴侣在撒谎吗？或者也许已经发现了约会对象的小谎言。说谎是一种常见的恋情中的危险信号。治疗师萨马拉·金特罗在内幕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解释说，我们都对善意的谎言感到内疚，然而如果注意到自己的伴侣一直在欺骗或被发现有说谎，这就是个危险信号，恋情不再有什么信任可言了。日积月累，如果全是小谎言，也可能变成弥天大谎。5. 他们不和你交流，也不表达他们在这段关系中的感受。注意到了吗？你是这段关系中唯一能有效沟通的人，一开始就坦诚交流，只会对你们的关系有好处。治疗师萨马拉·金特罗向内幕提到，健康的恋情为双方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们开诚布公地谈论自己的情绪，而不用担心受到评判或批评。我们之前提到过消极攻击和严厉批评，这两者可能是沟通不畅的迹象。在一段关系中，沟通是关键，所以确保自己和伴侣都表达了在这段恋情中的真实感受，谈论了自己想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和需要什么。即使你已经提到了自己的担忧，如果他们还不沟通，这可能就是另一个关系危险信号。
如果你已经注意到这些危险信号，最好重新考虑你们的关系，不要忽视这些危险信号。那么，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自己的恋情中有这些危险信号呢？在自己身上或者伴侣身上，欢迎在下面评论区和我们分享。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不要忘记点赞并分享给更多人。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您都能收到通知。参考文献在资讯栏。感谢收看，下支影片不见不散。